朋友們，如果你最近常常覺得心裡有一種說不上來的不踏實，覺得这個世界好像哪裡不太對勁，那麼今天這支影片，我希望你能夠從頭看到尾，一個段落都不要跳過。因為帕克最新的這場直播，幾乎可以說是他這幾年來語氣最沉重的一次。他沒有像往常那樣慢慢鋪陳，也沒有先講一段輕鬆的開場白，而是一開口就把氣氛壓得很低很低。他說2026年不是普通的一年，這是一個清算之年，是一個重置之年，更是一個文明的轉折之年。他說，過去這麼多年來，他反覆提到的那些判斷，那些被很多人嘲笑，被很多人當成危言聳聽的判斷，會在2026年出現一種他形容為引力聚合的現象。也就是說，他們不再是一條一條分開發生，而是会在同一段時間裡，像被一只看不見的手拉到一起，同時兌現。什麼叫引力聚合？你可以想象一下，天空中本來散落着很多顆隕石，它們各自飛行，互不相干，可是忽然之間，有一股強大的引力把它們全部拉向同一個點。中國的問題，歐洲的問題，日本的問題，糧食的問題，戰爭的問題，本來看起來是五件不相干的事，可是帕克說，在2026年，他們會被同一股力量拉到一起，砸向同一個地方。而我們每一個人，不管你住在台灣，住在大陸，住在日本，還是住在歐洲，都剛好站在這個被砸中的點上。所以他這次才會說得這麼急，這麼直接，幾乎是把話攤開了講。我們先把時間往回拉一點，很多剛認識帕克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他這個人的分量。他講未來已經講了30多年。他講中過英國脫歐，講中過2016年川普第一次當選，講中過新冠疫情的爆發，也講中過英國女王的離世，這些都還算是大家比較熟悉的舊事。但真正讓人脊背發涼的是最近這幾個月發生的事。2025年11月19號，他在節目裡點名委內瑞拉的獨裁者馬杜羅，說這個人很可能會在一場暗殺或者暴力政變當中倒台。結果你猜怎麼着？才過了2天，11月21號，委內瑞拉跟馬杜羅就重新衝上了國際頭條，局勢急轉直下，那個政權瞬間陷入了他建立以來最嚴重的生存危機。還不止這一件，2025年12月4號，帕克警告說，2026年的台海或者中美之間，或者中日之間，會上演一場他形容為極其驚險的準危機。他用了一個很形象的說法，叫做雷達鎖定式的戰爭彩排。他這句話講完，才過了2天，12月6號，中國的遼寧艦就2次用火控雷達鎖定了日本的戰機。這個消息震驚了全世界。2天，又是2天。當一個人講未來，講到這種精準度，講到他話音剛落，現實就對號入座的時候，你還笑得出來嗎？再往近一點說，2026年年初，他在直播裡曾經很具體的預言過，會有一名美國的飛行員在衝突區墜機並且被俘虜，隨後展開一場驚心動魄的營救。他當時還特別強調，這會是一場外科手術式的精準行動，而不是全面開戰。結果2026年4月初，中東戰場上發生的一系列事件跟他先前的描述幾乎嚴絲合縫地對上了，一次又一次。當帕克說出一個聽起來荒唐的細節，現實就在不久之後安安靜靜地把這個細節填上。所以這一次，當帕克坐在鏡頭前面，神情嚴肅地說出中國未來會分裂成許多國家，說出日本恐怕會爆發大海嘯，說出他建議大家提早儲備糧食的時候，我想我們真的沒有資格再把它當成一個笑話，我們至少應該安安靜靜地把他到底看到了什麼完完整整地聽一遍。也許有人會問，帕克的這些畫面到底是從哪裡來的？憑什麼值得我們花時間去聽？這幾年，帕克花了大量的時間深入研究一套來自印度的古老體系，叫做納迪葉預言。我必須強調，納迪葉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占卜，它不是抽籤，也不是隨口的算命。根據這套體系的說法，這些寫在棕榈葉上的文字是5000年前的古代聖者在深度的禪定當中所留下的記錄，他們一片一片地跨越漫長的歲月流傳到今天，再由那些懂得古老文字的解讀者一個字一個字的對照，慢慢的翻譯出來。讓帕克自己都感到震驚的是，
這些古老葉子上所記載的未來，竟然和他這幾十年來透過自己的直覺與靈視所感知到的未来高度的重疊，彼此印證。一個是來自30多年第一線經驗的當代預言家，另一個是5000年前就被留下的古老文本。當這兩者在互不通氣的情況下指向了同一幅圖景的时候，那種分量是很难被轻描淡寫地推開的。帕克說，正因為这種雙重的印證，他這次才會把話講得這麼重，因為他知道自己看到的恐怕不是一場錯覺。當然，我知道一定會有朋友抱持懷疑的態度，這非常正常，也非常健康。預言這種東西本來就不該被全盤地毫無保留地相信。我自己也從來不主張大家把預言當成科學，但是我想請你換一個角度想，我們不需要去爭論帕克到底有沒有超能力，這個爭論永遠不會有結果。我們真正該問的是，他所描述的這些趨勢本身合不合理？一個高度集權的龐大經濟體，在背負沉重債務的情況下，會不會出現地方財政的危機？一條被戰爭和封鎖威脅的全球航道，會不會推高糧食和能源的價格？一圈本來就地震頻繁的環太平洋火環，會不會在某一年釋放出巨大的能量？你會發現，就算完全把超能力這件事擱在一邊，帕克描述的每一個趨勢單獨拿出來看，都是有現實基礎的，都是嚴肅的學者和分析師也在擔憂的事。預言在這裡更像是一個把這些零散的擔憂集中起來，放大給你看的放大鏡。它的價值不在於100%的準確，而在於它逼着我們去正視那些我們平常不太願意去想的事。那麼就從帕克這次直播裡分量最重的那一塊講起，也就是中國的命運。帕克說，2026年的2月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為什麼是2月？因為中國的農曆新年就在2月。過了這個年，按照中國傳統的干支紀年，就進入了一個在中國古老預言裡被反復提到的年份——赤馬年。在中國民間流傳千百年的說法裡，赤馬紅羊年往往對應着動盪、災劫、改朝換代。歷史上很多次大的變局，民間的老人家都會把它跟赤馬紅羊聯繫起來。而帕克說，他靈視當中看到的2026年的中國景象，跟這個赤馬年的意象高度吻合。你想想看，一個來自英國的預言家，用的是一套來自印度的納迪葉古老預言體系，竟然和中國本土流傳千年的赤馬紅羊之說指向了同一個年份，同一種巨變。這種跨越文化、跨越語言、跨越體系的巧合，本身就足夠讓人心頭一沉。帕克接着描述了一個非常具體的場景，他說，在2026年的台海有可能會出現一起飛機或者潛水艇的相撞事件。請注意他的用詞，他說的不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全面進攻，而是一起相撞。一個意外，一個誰都沒有真正想要的小插曲。可是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擦撞，會像點燃引線的那一粒火星，瞬間引爆一場局部的衝突，而日本會被捲進這場衝突裡。歷史上很多次最慘烈的戰爭，最初的引爆點往往都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而恰恰就是這種誰也沒料到的小擦撞。一顆子彈，一次誤判，一場相撞足矣。但帕克在這裡講了一句非常關鍵，也非常值得每一位台灣朋友記住的話。他說，在這場衝突當中，台灣不會被併吞。我再重複一次，台灣不會被併吞。這場由一個意外點燃的衝突，最後燒傷最重的反而是中國自己。帕克說，中國會在這場衝突中受到極為嚴重的創傷，緊接着浮現的是嚴重的經濟崩塌，是大規模的社會動亂。而站在這個政權頂端的那個人，他的權力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他甚至有可能就此淡出權力的核心。一個曾經看起來牢不可破、鐵板一塊的權力結構會開始出現裂縫。帕克用了一個我認為這次直播裡最震撼的比喻，他說，中共政權的瓦解不會是一場轟轟烈烈的革命，不會是一夜之間的天翻地覆，而會像冰川的崩塌。你有沒有看過冰川崩塌的紀錄片？那個過程是這樣的，一開始冰川看起來完整無缺，巨大、潔白、沉默，仿佛亘古不變，仿佛它會這樣永遠站在那裡。然後在某個你看不見的地方，先出現一道細細的裂縫，那道裂縫很安靜，
安靜到沒有人會在意，甚至連站在冰川上的人都感覺不到。可是裂縫一旦出現，它就再也不會癒合，它會延伸，會擴大，會分叉，會在內部默默地蔓延，直到某一個瞬間，整面冰牆毫無預兆的、轟然的、不可逆地崩塌進海裡，激起滔天的巨浪。帕克說，這就是他看到的中共瓦解的方式，先是一道沒人在意的裂縫，然後是一場誰也擋不住的崩塌。而2026年就是那道裂縫被所有人看見的一年。其實回頭看20世紀末蘇聯的解體，不也正是這樣嗎？前一年它還是橫跨歐亞的超級強權，看起來堅不可摧。可是裂縫一旦擴散開來，整個龐然大物在短短時間內就轟然倒下。歷史有時候真的會用同一種方式重演。那麼崩塌之後呢？這正是這支影片標題的核心。帕克說，中國不會就此消失，中國這片土地，這些人民當然會繼續存在，但是它会分裂，它会分裂成許多個小一點的國家，或者說許多個高度自治的省份。帕克預言，到了2026年的年底，中國會進入一個他稱之為聯邦化初期的階段。地方政府因為財政的全面崩潰，再也撐不下去，會開始各尋出路，各自為政。沿海富庶的省份、內陸的省份、邊疆的地區會因為利益的不同，因為處境的不同，慢慢走向各管各的局面。中央對地方的那種絕對控制會一塊一塊地剝落。2026年之後的中國將不再是現在我們看到的這種高度集權的體制，而是會慢慢走向一種類似聯邦制的鬆散結構。而最有意思的是帕克對這個未來中國的最終形態的描述。他說，這些分裂出來的地區最後會走向一種類似歐盟那樣的體制，他們各自獨立，各自管理自己的事務，但是彼此之間邊境開放，人們可以自由的往來，自由的貿易，民主制度會在這片土地上慢慢地佔據主導的位置。你聽聽，這是一個多麼戲劇性的轉折，一個曾經被高牆、被防火牆、被無數道關卡層層封鎖的龐大集權體，最後竟然會變成一個開放的、自由流動的，像歐盟一樣的共同體。歷史的諷刺有時候就是這麼深刻，這麼出人意料。當然，帕克不是只給了你一個遙遠的、抽象的結論，他還描述了通往這個結局的路上會出現哪些具體的、你可以親眼觀察到的徵兆。他說，在崩塌真正開始之前，中國會經歷一段他形容為明顯內部分裂的時期。這段時期會有3個非常清楚的特徵。第一個特徵是拖欠工人工資。當一個龐大的經濟體開始從內部塌陷，最先感受到寒意的永遠是最底層、最沉默的那群人。工資發不出來，這不是小事，這是整個系統的血液循環開始停滯的信號。第二個特徵是債券的凍結。錢，那些原本應該在金融系統裡順暢流動的錢，會忽然卡住，動不了。信用是現代經濟最脆弱也最重要的那根弦，一旦這根弦崩斷，崩塌就是連鎖反應，一環扣着一環。第3個特徵也是最讓人不安的一個，帕克說會出現一場重大的基礎設施災難，他甚至給出了具體的方向。他說，這場災難有可能是一起嚴重的鐵路事故，也有可能是和三峽大壩相關的事件。三峽大壩，當這4個字從一個預言家嘴裡說出來的時候，我相信很多人的心都會猛地揪一下。除此之外，帕克還提到，會有一位中國的高級官員神秘的失蹤或者死亡。一個高官的突然消失，往往就是權力結構內部那道裂縫第一次浮上水面的時刻。帕克說，這些徵兆會像散落的拼圖一樣，一塊一塊地出現。一開始你可能不會把它們聯繫起來，可是當它們慢慢拼湊成一幅完整的圖畫時，你就會明白，崩塌已經開始了。我知道，講到這裡，住在大陸的朋友心情一定特別複雜。我想說的是，帕克描述的這幅圖景，本質上並不是針對某一群人的詛咒，而是對一種體制的判斷。土地不会消失，人民不会消失，文化更不会消失。帕克真正預言會崩塌的是那一套高牆，是那一套控制，是那一套讓資訊無法自由流動，讓人心無法自由連結的結構。而他預言會在廢墟之上長出來的是開放，
是自由貿易，是人們可以堂堂正正的往來。從這個角度看，這幅圖景的底色其實並不全然是絕望，而是一種遲來的希望。對於每一個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普通家庭來說，真正重要的從來都不是頭頂上掛着哪一面旗幟，而是工資能不能準時拿到，孩子能不能安心上學，老人生病了有沒有醫院可以看。說真話的时候不必提心吊膽，如果分裂之後的那些自治区域能夠把这些最朴素的事情做好，那么对普通人而言，那未必就是壞事。當然，過程一定會有陣痛，分裂的初期往往伴隨着混亂，伴隨着不確定，這是任何一場巨大的轉變都躲不掉的代價。帕克自己也從不否認這一點，他說得很清楚，通往那個更好世界的路是要先穿過一段崎嶇的、痛苦的旅程。但他也一再提醒，請不要只盯着腳下的崎嶇，而忘了抬起頭看一看路的盡頭。我們再把視角拉高一點，帕克並不是孤軍奮戰，他常常和一位名叫維尼塔的靈媒夥伴一起解讀未來。維尼塔在解讀的時候，曾經用一種很有畫面感的方式，給世界幾個主要的力量起了名字。他說，有一個掌管海洋之國，那是美國；有一個龍之國，那是中國；有一個雪域之國，那是俄羅斯；有一個點燃佛燈之國，那是印度。而歐洲呢？歐洲被他稱為帝國廢墟的守夜人。維尼塔預言，從2025年的年底開始，一直到2030年左右，這世界排名前5的幾個國家將會捲入一場戰爭。戰爭爆發的時間點大概會落在2026年的10月到2027年的10月之間。他說，這可能是一場常規的戰爭，也可能是另一種形態的戰爭，比如貿易戰，比如網絡戰。而在這場大博弈裡，有一個國家會受損最嚴重，它的整個政治體系會徹底瓦解，國家全面崩潰，面臨重啟。維尼塔沒有點明這是哪個國家，但是把它和帕克的預言放在一起看，答案幾乎已經不言而喻。關於這場席捲多國的動盪，帕克還補充了幾個值得我們特別留意的判斷。他談到了美國，帕克預見在這個動盪的年份裡，美國的政治會出現極為罕見的局面。他甚至感應到川普有可能會走向第3個任期，並且為了應對某種衝擊全世界的危機，他可能會動用緊急狀態相關的法律。這個舉動甚至會牽動到2028年大選的程序，並且在美國的精英階層當中引發一場極為激烈的爭論與對抗。一個國家的政治規則本身都開始被重新討論，這本身就是時代劇烈動盪的一個寫照。但帕克也說了一句讓人能夠稍微鬆一口氣的話，他說，雖然2026年的世界會一直站在第3次世界大戰的邊緣，看起來搖搖欲墜，但是這場戰爭並不會演變成那種毀滅一切的全球核子大戰，它的形態會是一系列高頻率的、局部的、快進快出的閃擊戰，也就是說，衝突會很多，會很密集，會在新聞上一則接着一則，會讓人心驚膽跳。但是人類文明本身並不會走向終結。帕克說，這一切的痛苦是有期限的，是通往2030年那個更和平世界的必經的陣痛。我希望你記住這個詞，必經的陣痛。陣痛雖然劇烈，雖然讓人難受，但陣痛的盡頭往往是新生。我們不妨再回頭，更具體的想一想，帕克所說的中國分裂在日常生活的層面上到底會是什麼樣子？它恐怕不會是電影裡那種一夜之間山河變色的戲劇性場面，它更可能是一個緩慢的，一個你某天回過神來才忽然意識到的過程。先是某些地方的工資開始拖欠，然後是某些地方的銀行開始出現問題，接着是不同地區之間的政策開始各說各話，中央的命令在地方上漸漸失去了從前那種一聲令下，全國照辦的效力。富裕的沿海地區會想要保住自己的資源，不願意再無限度地補貼別人；內陸和邊疆的地區則會在困境中尋找自己的活路。一道道無形的界限就這樣慢慢地浮現出來。這個過程，回頭看20世紀末蘇聯解體的那幾年，其實非常相似。當年蘇聯的崩解也不是一場戰爭打出來的，而是各個加盟共和國在中央失去掌控力之後，一個接一個地宣布走自己的路。
帕克所說的冰川式崩塌，描述的正是這樣一種安靜卻不可逆的過程。說到這裡，我們就要把目光從中國轉向這支影片標題裡的第二個關鍵詞——歐盟。很多朋友看到標題會有點困惑，帕克不是說中國最後會變得像歐盟嗎？怎麼又說歐盟會解體呢？這兩件事不是互相矛盾嗎？其實一點都不矛盾，恰恰相反，這正是帕克這次直播裡藏得最深也最發人深省的一層意思。剛剛我們講到，維尼塔把歐洲稱為帝國廢墟的守夜人，你細細品味這個稱呼，守夜人意味着他守護的已經不是一個輝煌燦爛的白天，而是一片廢墟，一個正在過去的時代。這個稱呼本身就已經透露出他們對歐洲命運的判斷。歐洲的黃金時代正在落幕，帕克對歐洲的預警這幾年其實一直沒有停過。他反復提到，歐洲會陷入一場深刻的衰落，會被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危機撕扯。他預見在法國、在德國、在意大利、在荷蘭會爆發大規模的和移民問題和文化衝突相關的騷亂，農民會走上街頭，學生會走上街頭，城市與城市之間會被一種数十年來從未見過的緊張氣氛籠罩。在他的凝視裡，歐洲社會的內部正在沿着移民、宗教、文化認同這幾條斷層線一寸一寸地裂開。帕克還預見歐洲會出現嚴重的金融震盪，一場大規模的市場崩跌會在春天前後襲來，科技公司、人工智慧相關的泡沫會在短時間內劇烈收縮。緊接着是物價的飆漲，是房價的危機，是普通家庭實實在在感受到的生活壓力。一個社會如果同時承受着文化的撕裂和經濟的重壓，它內部那根維繫共識的弦就會繃得非常非常緊。帕克還特別提到了英國的處境，他預見英國會經歷一場相當嚴重的金融崩潰，而這場金融的崩潰會直接引爆一場政治的崩潰。現任政府會在內部的紛爭當中垮台，新的選舉會被提前推上日程，原本被視為邊緣的政治勢力會趁着這股民怨的浪潮迅速崛起。你看，英國當年就是用脫歐這件事，第一個把石頭丟進了歐洲一體化這潭水裡。而帕克的靈視告訴他，這潭水的漣漪到現在都還沒有平息，反而越擴越大。當一個又一個歐洲國家都因為自己內部的經濟壓力、移民壓力、民意壓力，而開始把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開始優先盤算自己的得失的時候，那個需要靠相互信任、相互讓步才能維繫的歐洲聯盟，它的凝聚力自然就會一點一點的流失。請注意，沒有人會敲鑼打鼓地宣布歐盟解散，那種戲劇性的場面不會發生。真正會發生的是一種更安靜的鬆動，是成員國之間越來越多的分歧，是越來越難達成的共識，是越來越各自為政的決定，是條約上的字句越來越難真正落實。帕克要我們看見的就是這種從內部開始的緩慢的卻很難逆轉的離心力。一個聯盟的瓦解往往不是被外敵打垮的，而是從內部一顆人心地凉掉的。這才是帕克所說的歐盟解體真正的含義。所以你看出来了嗎？這就是帕克這次直播裡最深刻的那個對照。當古老的東方巨龍在崩塌之後，正在艱難的、緩慢的朝着一個開放的、自由的，像歐盟那樣的共同體蹣跚走去的時候，現實中的那個歐盟，那個曾經被視為人類一體化典範的歐洲聯盟，它自己卻正在被內部的矛盾一點一點地撕開，一個在向上爬，一個在往下沉，一個正在學習團結，一個正在走向分裂。歐盟這套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語言綁在一起的精巧設計，到底還撐不撐得住？當一個社會的內部連最基本的共識都開始瓦解的時候，那些寫在紙上的條約，那些開放的邊境，那種共同的貨幣，又還能維持多久？這就是帕克留給我們的那個沉甸甸的問號。當你同時看到中國要變得像歐盟，又看到歐盟自己搖搖欲墜的時候，你就會明白帕克真正想說的是什麼。他想說的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种秩序是永恆的，再堅固的高牆會倒，再緊密的聯盟也會鬆動。在這個被稱為清算之年的2026年裡，所有人造的結構都要接受一次嚴酷的、
毫不留情的壓力測試。好，現在我們把鏡頭從歐亞大陸的這一端移到浩瀚的太平洋上，我們來談這支影片標題裡那個最讓人心驚的詞——海嘯。帕克這次對日本的預警講得非常細，細到讓人聽了會起雞皮疙瘩。他說，整個太平洋的地震帶是一個彼此牽連、彼此呼應的巨大系統，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圈緊緊相扣的鎖鏈，這一端被拉動，那一端就會跟着震顫。地球的板塊並不是各自獨立的死物，它們像一群擠在一起的巨人，一個翻身，旁邊的就跟着移動。帕克說，在這條鎖鏈上，2026年的能量正在不正常的累積，正在尋找一個出口。他特別點出了日本。帕克預言，日本的北部在2026年的8月有可能會發生一起非常特殊的災難。這場災難跟海底火山的噴發有關，或者跟某個化學設施受到的損壞有關。它的形態不是我們熟悉的那種地震或者大火，而是一团致命的毒氣雲。帕克描述，這团毒氣雲會從東北的方向飄散開來，它的影響範圍會非常廣，廣到甚至可能波及到俄羅斯。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嗎？一團看不見摸不着卻能致命的氣體，靜靜地飄在天空中，跟着風跨越國界，跨越海洋。你看不到敵人，你也無處可躲，光是想象這個畫面就已經夠讓人窒息了。為什麼帕克會對8月這個時間點如此在意？他解釋說，地球的板塊運動有它自己的節律，當太平洋這一側的能量在某個地方被釋放出來，這股震動會沿着那條看不見的鎖鏈傳遞下去，去尋找鎖鏈上另一個最脆弱的環節。而2026年的夏天，恰恰是好幾個環節同時進入緊繃狀態的時候。他特別提醒，環太平洋的這一整圈，從日本到台灣到菲律賓，再一路往南，這些地方的居民在這段時間裡都應該對腳下這片土地的動靜多一分留意，多一分警覺。我要再次強調，這不是要大家整天活在恐懼裡提心吊膽，而是要大家把防災這件事從一個掛在嘴邊的抽象口號，真正的變成一個具體的可以執行的習慣。你家裡的緊急避難包準備好了嗎？裡面的乾糧和飲用水有沒有過期？全家人有沒有事先講好？地震來的時候，第一時間應該躲在哪一個相對安全的角落？住在沿海低地的朋友，你知道離家最近的高處在哪裡嗎？萬一海嘯警報響起，你撤離的路線該怎麼走？這些問題在風平浪靜的日子裡想起來，總覺得有點多餘，有點杞人憂天。可是帕克的這份預警，恰恰是在提醒我們，多餘的準備永遠好過臨時的慌亂。為一件可能不會發生的事做準備，花的不過是一個下午的時間。可是這份準備一旦真正派上用場，它保護的就是你和家人的性命。而海嘯是帕克這次預警裡最沉重的一塊。他和維尼塔一起做出的判斷是，南印度在2026年的年底之前，恐怕會遭遇一場大規模的海嘯襲擊。他們甚至圈出了一個高危的時間窗口，從4月15號一直到11月15號，而其中8月12號那個新月之夜被特別標記為風險最高的一天。注意，南印度的這場海嘯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帕克明確地說過，這條太平洋與印度洋交界的地震鎖鏈是聯動的。當他同時把日本、把台灣、把南印度的海域風險全部點出來的時候，他真正在警告的是整個亞洲沿海地帶。在2026年到2027年這段時間裡，都處在一個地質活躍的高敏感期。台灣作為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作為這條鎖鏈上的一環，自然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我並不是要嚇唬住在沿海的朋友，而是想說，了解你居住的地方，知道萬一发生狀況時最近的高處在哪裡，撤離的路線怎麼走。這些知識平時看起來毫無用處，可是在關鍵的那幾分鐘，它就是生與死的差別。更讓人不安的是，帕克說，這場關於海嘯的災難預兆並不是只有他一個人看到。他的夥伴維尼塔在解讀印度納迪葉的時候發現，從2025年的年中開始，也就是網絡上開始瘋傳日本大海嘯的那段時間，他翻開的那些古老的葉子裡就頻繁地出現了災難的影子。
有一片葉子記錄的是一位未來的女政治家，葉子上詳細地描述了一場大概在2028年到2029年左右的災難。那個時候，這位女政治家已經當選為加州的州長，正在全力以赴地應對這場災難。維尼塔說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話，他說，如果只有一片葉子提到某場災難，你也許不會太放在心上。可是如果是3片、4片葉子，是好幾個彼此完全不認識、人生軌跡毫不相干的人，他們各自的未來展望裡竟然都浮現出同一場災難，那你会怎麼想？當不同的預言體系、不同的占卜方法、不同文化背景的預言者在互不通气的情況下全部指向同一個方向的時候，這種一致性本身就值得我們嚴肅地對待。那麼這就自然而然地把我們帶到了這支影片標題裡，最後一個也是最貼近你我日常生活的詞：囤糧、饑荒。很多人听預言覺得分裂也好，海嘯也好，那些都太遙遠、太宏大，好像跟自己沒什麼直接關係。可是饑荒不一樣，糧食是會直接擺上你我餐桌的東西，它關係到的不是抽象的國家命運，而是你今天晚上能不能吃飽，你的孩子明天有沒有東西吃。而帕克在這次直播裡恰恰花了相當長的篇幅，非常認真地談糧食。帕克的邏輯鏈是這樣的，他說2026年因為中東伊朗戰場的持續燃燒，因為台海局勢可能引發的航道封鎖，全球的2樣東西會出現劇烈的、令人恐慌的價格飆漲，一樣是石油，另一樣就是糧食。你要知道，現代世界的糧食供應是一張極其複雜、極其脆弱的全球網路。糧食從一個大陸的農田要漂洋過海，經過無數條航道，經過無數個港口，才能到達另一個大陸的餐桌。我們每天在超市裡輕輕鬆鬆拿起的一包米、一桶油，背後其實是一條跨越半個地球的漫長供應鏈。而這些航道、這些咽喉要道，一旦因為戰爭、因為封鎖而被掐住，整張網路就會瞬間繃緊，甚至斷裂。帕克預見，到了2026年的年底，歐洲的部分地區有可能會被迫實行一種臨時的配給制。配給制這3個字是上一個世紀那些經歷過大戰的老人才會有切身記憶的詞。當一個預言家說這個詞會在2026年的歐洲重新出現的時候，他其實是在告訴你，那種我們以為早已遠去的匱乏年代，可能正在悄悄地從某個你看不見的角落重新走回來。你可能會覺得配給制這種事，那是歐洲的事，離台灣，離我們很遠。可是帕克的提醒，真正的核心並不在於哪一個地區會先出現配给，而在於它讓我們看見了一個常常被忽略的事實，那就是現代文明的便利其實建立在一個非常脆弱的基礎之上。我們之所以能夠隨時走進超市，看到貨架上永遠擺滿琳琅滿目的商品，並不是因為這些東西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而是因為背後那一整套精密的、環環相扣的全球供應系統剛好在順暢的運轉。它就像一台極其複雜的鐘錶，平常你看不見裡面那些細小的齒輪，你只覺得時間走得很準，一切理所當然。可是只要其中一個關鍵的齒輪卡住，比如說一條主要的航道被封鎖，比如說一個主要的糧食出口國因為戰爭而停止出口，這台鐘錶就會立刻出現你意想不到的混亂。台灣是一個高度依賴進口的島嶼，我們吃的糧食、用的能源，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海的另一頭。正因為如此，帕克這份關於糧食的提醒，對我們來說不但不遙遠，反而格外的切身。這不是要我們恐慌，而是要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我們腳下習以為常的便利需要被珍惜，也需要一點點未雨綢繆的智慧去守護。也正因為如此，帕克在直播裡給了所有觀眾幾個非常具體、非常實際的建議。這幾個建議，我覺得是這整支影片裡最值得你拿出手機認認真真記下來的部分。第一，他建議大家在2026年盡量減少對數位系統的依賴，尤其是對雲端的依賴，把你重要的資料、重要的文件、重要的照片認真地備份到實體的硬碟上。為什麼？因為在一個動盪的年份裡，網絡、電力、雲端服務，這些我們習以為常、以為理所當然的東西，
都不再是100%可靠的。第二，他建議大家儲備一些基本的糧食。注意，他講的是基本的、合理的儲備，不是要你去恐慌性的搶購，不是要你去囤積居奇，更不是要你把整個超市搬回家。他的意思是，給你自己和你的家人留出一點點緩衝的空間，留出一點點面對突發狀況時的從容。比如說，家裡常備2-3個星期分量的米面、乾糧，一些容易保存的罐頭，一些飲用水，一個小小的急救包，幾隻手電筒和備用電池。這些東西平時就放在櫥櫃的角落，不占多少地方，可是萬一真的需要，他們就是你和家人最踏實的後盾。我想在這裡多說一句心裡話，儲備糧食這件事，它的意義其實遠遠不只是為了填飽肚子，它真正的意義是一種心態。當你的家裡、櫥櫃裡有那麼一些米、一些罐頭、一些乾糧的時候，你面對外界那些紛紛擾擾的壞消息，你的心會穩很多。恐慌往往不是來自災難本身，恐慌來自毫無準備。一個有準備的人，看到壞消息會冷靜地評估，會理性地行動。一個毫無準備的人，看到同樣的消息，會慌張，會盲從，會在最不該做決定的時候做出最糟糕的決定。帕克之所以反复強調這一點，他要傳遞的，與其說是恐懼，不如說是一種沉穩。他是在告訴你，與其每天被那些聳動的標題嚇得睡不着覺，不如安安靜靜的為自己和家人做好那幾件你力所能及的小事。準備不是因為悲觀，準備恰恰是因為你想好好的、安穩的活下去。說到這裡，可能有些朋友已經聽得心情很沉重了。中國分裂，歐洲動盪，日本海嘯，糧食危機，戰爭的陰影，這個2026年聽起來簡直就像世界末日。可是，朋友們，請你一定不要在這裡關掉影片，因為帕克的預言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特點，這個特點也正是這麼多年來全世界有那麼多人願意聽他講話的真正原因。帕克講災難，但他從來不會只講災難，他講天災，講人禍，講地震，講海嘯。可是每一次在把那些黑暗的景象描述完之後，他總會話鋒一轉，給你一束光。他總會告訴你，劫難並不可怕。他常說一句話，大災過後就是大福。帕克和維尼塔在直播裡反覆強調了一個觀念，未來不是被釘死的，未來是可以被改變的。他们說，他们看到的這些畫面是基於人類目前這條路徑所推演出來的一種可能，它是一個警告，而不是一張無法撕毀的判決書。一個預言之所以要被說出來，恰恰是因為說出來之後，它就有可能不再成真。如果一切都早已注定，無法改變，那預言又有什麼意義呢？預言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它給了我們一個提前轉彎的機會，給了我們一個在懸崖邊上踩下剎車的可能。帕克說，2026年所有的這些痛苦，這些崩塌，這些動盪，其實是一段必經之路。他把這條路稱為通往2030年那個更和平的世界的必經之痛。他說，未來這幾年會是大痛苦和大喜悅並存的年份。一個舊的世界，那個建立在謊言、控制、高牆和恐懼之上的舊世界正在崩塌。可是與此同時，在它崩塌的廢墟之上，一個新的世界正在悄悄地一點一點地崛起。崩塌從來都不只是結束，崩塌的另一面是讓新的東西有了生長的空間。如果我們把眼光從2026年這一個年份放得更長遠一些，其實人類的歷史一直都是這樣走過來的。每一次舊秩序的崩塌，當時身在其中的人都會覺得是天塌下來了，是世界末日。可是當塵埃落定，再回頭去看，那往往是一個更好的時代，破土而出的開端。舊的高牆倒下了，新的道路才有可能被鋪設。舊的謊言被揭穿了，新的真實才有空間生長。帕克之所以說2026年是一個重置之年，重置這2個字本身就帶着希望。重置不是毀滅，重置是把一台跑得亂七八糟、塞滿了垃圾城市的舊機器先關掉，清理乾淨，然後重新開機。在重新開機的過程當中，熒幕會黑掉一陣子，會讓你心慌，會讓你以為機器壞了。
可是當畫面重新亮起來的時候，那會是一個更乾淨、更流暢的系統。帕克想讓我們明白的，正是這一點。我們現在所經歷的這段黑屏，所經歷的這場陣痛，並不是故事的結局，它只是2個時代之間那一段短暫卻必經的過渡。咬着牙撐過去，前面就是光。維尼塔還描述了一幅在精神層面正在發生的圖景。他說，在這個動盪的時代裡，會有越來越多心靈境界很高、覺悟很深的人出現。他們不會濫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他們會用這份力量去幫助身邊的人，去點亮身邊的人。在這些人的帶動之下，一場全球性的覺醒正在到来。維尼塔還提到，除了現實世界裡那場幾乎全世界都會捲入的戰爭之外，還有一場屬靈的戰爭正在進行。那是一场延續了千百年的天使與惡魔之間的戰爭。但是這場戰爭的戰場不在天空，不在電影裡那種披着戰袍的廝殺場面，他的戰場在每一個人的心裡。他說，這是一場心靈之戰，而我們內心的正義和美德終將戰勝心中的魔障，幫助我們克服那些不好的習慣，那些恐懼，那些自私。一個世界正在崩塌的同時，另一個世界正在升起。這句話，我希望你能記在心裡。你可能會問，那麼在這樣一個動盪的大時代裡，我這樣一個普通人到底能做些什麼，才不算是白白的度過？我想，帕克和維尼塔給的答案其實非常樸素。所謂的覺醒，並不是要你變成一個有神通的人，也不是要你去預測未來。真正的覺醒，是回到最簡單的事情上，是在資訊滿天飛的時候，努力保持一顆能夠分辨真假的冷靜的頭腦，不輕易被恐懼帶着走，也不輕易被謠言煽動。是在別人都只顧着自己的時候，依然願意對身邊的人多一分善意，多一分照顧。是把自己的家庭、自己的鄰里經營成一個在風雨中可以互相依靠的小小港灣。一個社會真正的韌性，從來都不是來自最頂端的那幾個人，而是來自千千萬萬個願意守住自己崗位，守住自己內心，守住身邊那幾個人的普通人。當大環境是我們無法控制的时候，我們能夠控制的就是讓自己成為那個可靠的、溫暖的、不添亂的人。這就是一個普通人在大時代裡最有力量也最有尊嚴的位置。所以朋友們，今天這支影片我們從頭到尾跟着帕克的視角走了一遍2026年那條崎嶇的路。我們看到了中国那座冰川上的裂縫，看到了它崩塌之後分裂成多國，最終走向開放的可能。我們看到了歐洲這位帝國廢墟的守夜人正在被內部的矛盾撕扯，看到了歐盟這套秩序面臨的嚴峻考驗。我們看到了太平洋那條地震鎖鏈上累積的能量，看到了日本的毒氣雲，看到了南印度和整個亞洲沿海的海嘯風險。我們也看到了那張脆弱的全球糧食網路，看到了帕克關於配给制的預警和他關於提早儲備的那份充滿善意的叮嚀。但是我更希望你記住的是这支影片最後的這一段，記住帕克說的那句話，未來是可以被改變的。記住他說的，大災過後就是大福。在這個被稱為清算之年的2026年裡，我們每一個普通人能做的事情其實有限，但也絕對不是什麼都做不了。我们可以多關心一下身邊的家人，多打一通電話給好久沒聯絡的父母。我們可以為可能到來的波動做一點點冷靜的、不慌不忙的準備。我們可以在這個人人焦慮的年代裡，努力讓自己成為一個內心安定的人。因為當外面的世界搖晃得越厲害，一個內心安定的人就越是珍貴，越是能成為身邊人的依靠。帕克講的這些到底會不會成真？沒有人能夠100%的確定，預言終究是預言，它指向的是一種可能，而不是一個被蓋了章的結局。我們不需要全盤的相信，更不需要因此而陷入恐慌，把日子過得草木皆兵。但是把它當成一個善意的提醒，當成一個讓我們停下來想一想，然後從容地做一點準備的契機。我覺得這是一種成熟的，也是聰明的態度。最壞的情況是你做了準備，結果什麼都沒發生，那你頂多就是多買了幾包米，多備了幾個罐頭，沒有任何損失。可是最好的準備換來的是萬一狀況真的來臨時，你和你最愛的人能夠多一分從容，
多一分安全，這筆賬怎麼算都不虧。在結束之前，我還想跟你分享一個我自己在整理這些資料時心裡最深的一個體會。我們之所以會對預言感到恐懼，很多時候並不是因為未來真的有那麼可怕，而是因為我們對未來一無所知，無從準備，未知才是恐懼真正的源頭。可是當帕克把這些可能的畫面一個一個攤開在我們面前的時候，他其實是在做一件相反的事，他是在把未知變成已知。一旦一件事從未知變成了已知，哪怕它听起来不太好，你心裡的那份恐懼反而會減少，因為你知道它可能會來，你就可以為它做準備，你就重新握回了一點點面對它的主動權。所以我真心希望你看完這支影片，心裡留下的不是沉甸甸的讓人喘不過氣的害怕，而是一種被提醒之後的踏實的清醒。害怕會讓人癱瘓，會讓人什麼都不敢做，清醒會讓人行動，會讓人一步一步地把日子過穩。帕克講這些從來不是為了嚇唬我們，而是為了讓我們在風暴真正來臨之前還有時間把自己的屋子好好的安安靜靜地加固一遍。